那个中介为了成交啊，就用条件跟欧巴桑换哦，就说啊，那你专约签给我，我先帮你把你店的管理费缴一缴，让持卡生效啊，我的那个管理费哦，我有收据，我再跟你请款。那欧巴桑一开始就说好，垫哦，快4万哦，他也是缴了哦，缴了之后拿着收据去请款的时候，欧巴桑又不想付，就各种在那边闹。哦，就说啊没有啊，之后啊怎样拿中介费什么人扣啦，什么有没的，哦讲一堆，好，最后他们就谈好说，付服务费的时候你就要一起付给我，哦，付服务费的时候要一起付，对啊，你猜结果怎么样？当然是又跳针嘛，对不对？讲到后来，他是跟我说，他们店长也受不了了，哦，那打算要提告，然后因为那个服务费他也不想付，哦，就各种闹，好像精神有状况，在店里就发疯这样，哦，怪怪的人啊，好，那后来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如果前屋主哦，他这边欠管理费，你应该要帮他缴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哦，薪水不到4万块能买房吗？哦，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合约上没写的钱应该要付吗？哦，今天聊这个问题哦，是一个观众来问我的哦，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观众刚买一间房子，然后正式签约之前，屋主突然跟他说，好，他已经预缴了1年的管理费，然后要给就对了哦，然后他觉得很奇怪啊，这个钱又没有写在合约里面，为什么突然要他付？虽然管理费没有很多哦，就加起来大概2万多而已，但先说结论。不要付哦，不要付，因为这就没写在合约里嘛，所以你本来就不需要付给他这个钱。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啊？你要叫对方直接去跟管委会要这个钱，然后你入住的时候再去重新来缴，这样哦，因为你又不知道你入住之后管委会怎么处理嘛，到时候你要对方来沟通啊，他收了你买房的钱就不理你了哦，3催4请他就不理你了，那不如一开始就怎样切割干净哦，这样你也会比较好处理好做事。所以你要知道，接手房子会接手债务吗？哦，除了我们前面讲的预缴管理费这种情况以外，最常见的是前屋主他就没缴管理费哦，就你今天买房以后开开心心的入住，结果过没2天收到管委会通知哦，前屋主欠缴怎样哦，那叫你把欠缴费用补齐，这些也蛮合理的，对不对？其实不是哦，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哦第24条的继受，指的就是权利跟义务的继受哦，那个法条太长，我就不念了。简单就是说，你今天接手这间房子，那之前屋主所同意的住户规约或管理费算法等等这些权利跟义务，你都概括承受，但中间不包含债务。也就是说，前屋主他没有缴的管理费哦，并不会因为房子卖给你啊，你就法律上一定要帮他缴，这样这债务还是在他身上，管理费要讨也要跟他讨，这样才对哦。我说的是这样才对，法理上是这样，实务上我们当然也是乱搞哈。对，好，那最后你要知道，一定要详看合约哈。反正你就记得遇事不决就先看合约哦。那今天不管这个屋主或是房仲跟你说什么好听的话，只要他没有落在合约上白纸黑字哦，到了法院他一定都哦，我当初有讲过吗？哦，没有啊，这是说哪里来的哈，就打死不承认。所以你一定要签约之前哦，看清楚合约的内容。假设他今天偷渡了一条备注。哦，那要你去帮他缴清这管理费，然后你没看清楚，你给他签下去，好，那这笔钱就你要认了，你要吞了哦，你不要想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这世上哦百种人，真的就是会遇到那种会贪便宜的屋主，因为我自己都遇过。如果你会担心的话，那你就把合约带去给懂法律的朋友看哦，法律本来就有保障合约的那个审阅期嘛。假设卖家跟房仲不愿意让你拿回去看，那就是有鬼啊，那你就要考量啦，哦，就是这样。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合约上没写的钱该付吗？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观众遇到的事情，就是前屋主跟他说他之前有预缴管理费，要他再拿钱给他，而我的建议是不要拿哦。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叫对方去退管理费。好，然后你入住的那几个月，你再正式开始缴属于你自己该缴的管理费。另外，我也跟你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前屋主欠缴管理费，你应不应该帮他缴？
这个是有判例的哦。依据《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24条，对方的转移只是权利跟义务，并不包含债务。所以管委会哦，真的要讨，也应该去跟前屋主讨，而不是跟你哦。如果他有欠缴的话，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对合约有疑问，你就找专业人士审阅嘛，避免签署到不利的条款哦。最后我想问你，你有遇过什么很瞎的代缴事件吗？好，就那个你买房的时候前屋主死要钱这样，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我遇到很多啊，真的是不好意思讲而已哦。刚买不久，嘿哈，这一定很精彩哦。这个留言区我们来看看哦。那如果想要跟我讨论哦各种买房子的技法的话，记得订阅加按赞哦这个频道，以及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分享到你的 A 片群组这也没关系让他们看着我的脸冷静或是加入我的会员付费频道，1个月250块。我跟你讲啦，这个物超所值啊真的那我在里面会分享更多我的房地产不方便公开的八卦，你去看你去看我封面会员影片的封面看就很猛很刺激这样讲八卦讲八卦。我前面讲的案例都有点极端，我知道，因为一般买卖有代书在顾的他都会怎样，都会结清水电瓦斯管理费这些，但是也避免不了一些奇形种屋主在那边想方设法跟你讨钱那中介为了成交不要让这种鸟事情都临门一脚了，然后结果整个交易吹掉这种小钱几百几千他都会顺手处理掉。所以通常是不会遇到，不过市场中确实就会存在着很奇怪的卖房，就一堆钱就是要你买房囤，没有理由的那种。我听过一位房仲跟我说，就是他是帮一个老屋主，一个欧巴桑来卖房子，然后那个欧巴桑什么都不想处理，然后讲话怪怪的，我一致认为就是精神有问题这样他描述给我听我都觉得精神有问题只是反正他就是要拿卖房子的钱然后很难沟通，讲都不听这样，然后他的管理费当然有欠缴电梯磁卡那个空屋，电梯磁卡早被取消了，房仲请他去缴一缴，至少让磁卡生效嘛，这样他才能带人去看房子嘛。结果那个欧巴桑也不想管，反正说1毛钱都不愿意拿出来就对了。那个中介为了成交就用条件跟欧巴桑换就说那你专约签给我，我先帮你把你店的管理费缴一缴，让磁卡生效我的那个管理费我有收据，我再跟你请款。那欧巴桑一开始就说好，店快4万他也是缴了缴了之后拿着收据去请款的时候，欧巴桑又不想付，就各种在那边闹就说没有之后怎样中介费什么人扣的什么有没的讲一堆最后你就谈好说付服务费的时候你就要一起付给我付服务费的时候要一起付，对你猜结果怎么样？当然是又跳针嘛，对不对？讲到后来，他是跟我说，他们店长也受不了了那打算要提告，然后因为那个服务费他也不想付就各种闹，好像精神有状况，在店里就发疯这样怪怪的人那后来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是分享说。房仲就是会遇到这种很奇怪鸟事情，有没有？也是很辛苦啦。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个房仲，你在面对这种精神出问题的卖方，各种奇葩要求之下，你还有没有办法好声好气的慢慢推动案子来成交？我说真的，我可能做不到了，就没办法嘛。对，这样，所以我一直都是我对房仲都很客气很好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背后的那个努力跟付出那个叫我来做，我应该做不到。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一堆人就要怎样，就要敌视那个房仲，觉得他赚那个中介费怎样就很不公平，就对，没出什么力气，然后呢，拜托不然你去做，对我听他这样描述那个如果是我没办法呢这真的是真的是弯得下腰的人去赚的钱那大概就是这样跟你分享。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啊。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啊适合你长期资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啊，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资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啊。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 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那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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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者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你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 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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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